他是85后创一代海域身价大佬，也是从河南走出的小怪物。他的产品被贝克汉姆挂在背包上，被顶流明星收藏。这个企业的潜力甚至能超越茅台。2005年，王宁考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广告学专业。大2时，他捕捉到格子店这一新兴零售模式，通过出租格子铺位赚取差价，觉得人生第一桶金。2009年毕业后，王宁带着广告学学士学位北上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在短暂的职场经历后，他决定创业。2010年，中关村欧美汇购物中心，王宁开设了第一家泡泡玛特门店，主营潮流文具和创意商品。但真正让他找到方向的是一次偶然的日本之行。在东京秋叶原，他发现盲盒这种充满惊喜感的消费模式与中国年轻人的需求完美契合。早期的泡泡玛特并不顺利。2010到2015年，王宁尝试过文具、家居等多种品类，但始终未能形成核心竞争力。直到2006年，他做出关键决策，签约香港设计师 Kenny Wong， 独家代理其 IP 形象 Molly。这个有着撅嘴表情和透明身体的小女孩，成为泡泡玛特崛起的起点。Molly的成功验证了 IP 加盲盒模式的潜力。王宁迅速构建起完整产业链，他将公司从北京中关村迁至朝阳区，组建专业设计团队，同时与东莞工厂建立深度合作，实现3天出设计、7天量产的中国制造速度。2020年12月11号，泡泡玛特在港交所上市，首日市值突破1000亿港元。此时的王宁已从当年的小城少年蜕变成为福布斯中国最佳 CEO 榜单上最年轻的面孔之一。如果说 Molly 是泡泡玛特的起点，那么拉布布则是其全球化的里程碑。这个由设计师农家生创作的小怪物，有着9颗牙齿和直立尖耳，性格调皮乐观，意外的在全球引发狂热。2024年，第3代拉布布发布时，美国店门口的排队队伍绕了3个街区，日本黄牛开价10万人民币抢购隐藏款，韩国顶流自发抱着拉布布拍摄 MV， 泰国公主甚至让爱马仕包与拉布布同框。更令人惊叹的是，泰国国家旅游局授予拉布布神奇泰国体验官称号，这是泰国官方首次为一个潮玩 IP 授予如此殊荣。拉布布的成功源于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完美结合。在泰国，泡泡玛特推出泰拳元素限定款；在西班牙，斗牛士拉布布成为街头潮流符号；在巴黎卢浮宫旁的门店，拉布布与法国艺术家联名款引发抢购。这种文化嫁接策略让中国 IP 以柔性方式融入当地生活。泡泡玛特的爆火背后是中国制造的强大支撑。东莞工厂采用自动化生产线，将单个盲盒成本控制在几块钱，比乐高低40%。设计师完成手稿后，工厂72小时内即可完成打样，7天实现量产。这种速度让欧美竞争对手望尘莫及。更关键的是，泡泡玛特建立了快速迭代的 IP 矩阵。当 Molly 还在热销时， School Panda、Demo 等 IP 已悄然上线，拉布布尚未过气，和 Anno 等新锐 IP 又接踵而至。这种迅速搞 IP、保持新鲜感的策略，让泡泡玛特始终引领潮流。在纽约时代广场旗舰店，泡泡玛特单日销售额突破50万美元。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门店前常常排起100米长队。这些数据背后是中国文化输出的质变。与茅台依赖内循环不同，泡泡玛特的全球化是系统性胜利。其商业模式被《华尔街日报》评为中国式创新加中国式制造的完美结合，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中国智慧。更重要的是，泡泡玛特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中国不再是制造工厂，更是潮流文化的输出者。2024年，泡泡玛特营收突破130亿元，海外市场占比达 38.9%， 美洲市场增速狂飙9倍。王宁的目标是让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泡泡玛特，为此他在越南建立海外工厂，在欧美布局沉浸式主题乐园，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新锐设计师。如今的泡泡玛特与华为、优衣库的跨界联名，泡泡玛特正在将 IP 价值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王宁曾在全球育商大会上感慨，父母教会我做生意要接地气，也要有野心。这个从河南小城走出的创业者，用15年时间让中国潮玩从山寨标签蜕变为全球文化符号，而他的故事仍在继续。